在隔壁岛国，曾经发生过一起家庭悲剧。一位年近60岁、靠残疾补助生活的妇人，惨遭子女们虐待，将其关在狭窄的壁橱里，还用钢管殴打她，不得已流落街头。那么究竟是子女们狼心狗肺、不懂感恩回报，还是另有隐情？被虐待妇人名叫由美子，年轻时候独自带着5个轻度智障子女生活，平日里生性爱玩的她，只顾自己快活，照看孩子们的工作全交由大女儿沙喜承担，甚至大冬天任由孩子们穿着单薄的短袖衣服，站在家门口冻得瑟瑟发抖，也不会疼惜，还美其名曰是在惩罚孩子。更过分的是，她还常常带不同的男友回家，对其孩子进行殴打，尤其是对大儿子龙和大女儿沙喜下狠手。然而，由美子粗暴冷漠地对待孩子，最终在孩子长大后也得到报应。成年后的大儿子龙，在有能力养活自己后，便离开了这个不曾给过他一丝温暖的家。大女儿沙喜长大后，以残疾人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公司工作，但没过一段时间就离开了。而之后的每份工作，她都做不长。为了生活，她还成为陪酒女郎，并意外怀孕，生下一个名叫小修的男孩，和母亲一样成为单亲妈妈。由美子最小的双胞胎女儿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。大女儿沙喜怀孕后回家，似乎母女4人还相处得不错。而这样平静的生活，在二儿子大地回来后就一去不复返。由于从小在暴力家庭长大的二儿子，长大后的他也特别喜欢用拳头说话。他与妻子分居后，回到家中就成了家中的王。对于母亲由美子，大地也不手软，从前的受害者变成施暴者，同样使用母亲曾经的暴力方式惩罚他，关在狭窄的壁橱10多次，用钢管鞭打，让他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。大地的回归，除了家庭气氛再次陷入恐怖的暴力外，沙喜和小修的关系也变了。上课从不缺席的小修开始频繁请假，有时候老师还发现小修身上的淤青，邻居们还看到小修被关在家中2楼的阳台上哭喊救命。甚至沙喜带小修出门时，竟然给他戴上项圈，如同遛小狗一般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这些被称之为长辈的人，竟然对年幼的孩子下毒手。据悉，小修被害的当月还过了6岁的生日，之后他就死在了一群丧心病狂的亲人手里。事发当天，小修被家人暴打致死，沙喜和弟妹将其装入行李箱中，并抛尸在家附近的草丛中。而母亲由美子趁4个孩子外出藏尸时，拖着一条残疾的腿，拼死地逃到离家近10公里的地方。之后孱弱的由美子被路人发现后报警，在警方的询问中，她才说出了遭受子女虐待的事实。最终，警方逮捕了4个子女，并在小修亲妈沙喜的带领下找到了小修的尸体。事件曝光后，网友对由美子被殴打的悲剧表示因果报应，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，而对小修无辜的死去却愤愤不平。都说虎毒不食子，而可怜的小修才刚满6岁，还来不及看看美好的世间，就被一群至亲的恶魔害死。古语有言，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好的传承。同理，暴力的习性也会在家庭中传染，而那些以冷漠无情、暴力管教孩子的父母，终将得到命运的反噬。正所谓，温暖有循环，暴力有轮回。而作为父母的我们，不要让悲剧重演。生育孩子，给孩子最起码的人身安全，是我们的首要责任。愿世间再无暴力，愿孩子们都能快乐成长。